儿倚老卖老，咱们就这么由着他。此人惯会弄吃作态，释放了这许多天子，自以为3朝元老，谁也奈何不得他，可谓是不知死。此人与陛下有所旧议，唯有陛下可处置之。臣等恭迎陛下。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恭迎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，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。冯令公，朕是知道的。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王，言之有辱陛下倾听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钱元贯诸子以弘字叙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石重贵，如可知罪。孙南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温皇裁断。只要拿来劳金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。肉袒千阳，贤避于谶，盈于骄言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南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定，敏感五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南岂敢？孙南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，正位大宁宫。蒙尘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玉诸部落公帐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天子训位至文。朕幸赖先帝之灵，此首披击，朝夕寝门，未使少谢。然
治伐德薄，有亏甚道，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。今以朕昏悔，是骨肉多余，藩围勾信，宗嗣堕泯。仰观俯察，祸难多积，七庙将坠。原纪原心，善待非一族。天之历数，时有所归。握尽悬殊，允及民哲。朕虽昏昧，亦知运命攸归，自当训位别公，尽善于幼。一唐虞宋齐故事，言宗社之算，达变通之命。照领广土，抵随万国，用保天修，无替二皇之伪劣。兹尔中外，体朕志怀。开运3年腊月17日。训位于右。谁是右？古来禅让必有其贤，岂有糊里糊涂一个右字轻轻带过的？这算什么禅让？桑相公，陛下不方便明说，这是请公卿自决呢。岂有此理！既是禅位，是外禅还是内禅，总要说个明白。岂有君主必位新君，由臣子决出之理？是啊，是杜令公，还是七郎君，总要有个说法。是啊，荒唐！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能这样？长老，神爷，水秋公，我吴越40年来，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妈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位相公，看你的班序位置，大约应该是位相公吧。然则，我还是要问一问，你当真是天子的相公吗？你们，还有你们，当真是大晋天子的臣子吗？你们居然站在这里，议论天子之位应该禅让给谁？天子，这是要逊位啊！你们该问的，该关心的，难道不是天子为何要自弃天下吗？这位吴越的少君，本朝遭逢大变，时势危殆，天子自逊大位，实在也是情非得已。朝中公卿文武，并无佞臣贼子，奈何大乱将起？陛下逊位，也是为了体念苍生，眷顾天下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天子逊位，神器更易，满朝公卿竟无一人劝谏，无一人眷留。桀纣尚有龙逢比干，这重元殿内竟皆是易牙成疾。可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让我们这些受天子金册赐封、善事中原征收的藩国怎么办？南唐西蜀自有地头，可南楚南汉，还有我吴越12州军民，又当何以自处？我家先祖遗训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势大，势大，这便是你们的大。无君无父的大，
不忠不义的大。孔子著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这满天的乱臣贼子，有谁敢站出来称一个大字？我要叩缺，要当面去问一问天子。官家你在何处啊？去，把他们去找，快点！地下找到了！地下找到了！快！火马！臣是为秦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前来救驾。官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火是天子自家放的？内侍省左班副都知蒋平是这等说的。官家命内侍们搬了12桶猛火油入殿，泼洒完了之后，是官家亲自点的火头。这是乱命，蒋平如何敢奉诏？蒋平说，官家是跪着求他的，说想死的体面些。蒋平是侍奉先帝的老人，一时心软，这便糊涂。天子欲弃天下，做臣子的岂有不死谏的？焉恕小人，还说什么心软？那最后又是谁救下了天子？他自己怕了，不肯死了。令公明鉴。奉国君之事是你家大郎所为，让他来老夫这里如何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末将领命，替臣子谢令公恩惠。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幸亏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。金戈铁马笑长空，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杯敬苍穹，敬古勇，敬历月，敬贵州。就算有3000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？
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，民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门是要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视，诺，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需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。传令全军距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翼。叫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古怪。走，杀！杀！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来疲惫，一退就走，却是无懈可击。张彦泽纠正容计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。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诺。500步，3拳就是2到3里地啊！一大早把雷撞得很，保证个10来里也没打紧啊！那就再忍上他10拳。通知各指挥，提前半个时辰放饭。是。
4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。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，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朗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走到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浴血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眼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余下这些弟兄，不当枉死。枉死！守城那一日，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，柴军贵，柴军贵，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不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，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副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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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这窝囊！再打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请有皇王分尊北南，祭墓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兹尔时事，以晋侯之资，困守绝瓮，田不过1城，众不足1旅，危身苟命，自成大汉。朝纲稳于内，政治昏于外，致令天下纷扰，九州板荡，恶殍盈途，触目惊心。朕心敏测难安，唯念苍生之喘。欲解倒悬之机，南州士卒饥寒相望，故兴调民之师，亲临夜变之间，期以扩清宇内，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。兹尔少君荒靡失次，善计宗挑，辄敢抗尊，自起信端，冒读纲纪，涂炭难人。非尔所期，可自去尊号，迁居别业，贬为副议侯，以待明罪。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，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全东京留守，军国事务亦应委之。汴州官变，亲卫将校移听差遣，领遵军命。有作奸犯科、狂悖武上者，朕岂令五行之诛哉！亲哉，勿负朕望，贤使之心。
请官家更衣。侯爵是从三品，降沙符、通天冠，僭越了。官家恕罪，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三品肤色。莫再叫我官家。官家，永远是官家。邯郸旅客，一梦黄粱，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。今日才知各种滋味。也罢了，就穿这身衣服便是。朕的黄粱饭熟了，自此天下再无大戒。